这个狭小的墙洞内生活着一窝流浪猫，发现有陌生人靠近，几只小猫纷纷探出小脑袋，好奇地打量着小哥。让人意外的是，小猫们并没有害怕，而是一只只跳下来迎接小哥。看它们的体型也才刚断奶的样子，虽说是流浪在外，但几只小猫的颜值是真的高。一只小猫好奇地打量着小哥，甚至还主动走了过来。想来它们并不是第一次接触人类了。小哥忍不住伸手摸了摸猫咪的小脑袋，想不到小家伙还很享受。而另一只小猫还和小哥做起了游戏，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了哪里。几只小猫可怜巴巴的眼神望着小哥，似乎在祈求对方能给点吃的。躲藏在洞里的小黑猫胆子比较小，看见小哥后马上退了回去。胆子最大的要数这只小梨花了，虽然嗓子已经发不出声音，但还是对着小哥喵喵叫个不停。或许是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小哥发现每只小猫的体型大小都不一样，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如果遇见这么可爱的小猫，你会把它们带回家吗？看着眼前几只呆萌的小家伙，小哥顿时有些犹豫。就在这时，猫妈妈突然出现了，但她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小哥，确认孩子们都很安全后，猫妈妈便蹲坐在了一旁。小哥也没客气，随手就捞起一只小猫。话说这小模样也太可爱了吧！被捧在手里的小猫不吵也不闹，瞪着一双大眼盯着小哥。小家伙和猫妈妈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看来的确是亲生的。几只小猫一直冲着小哥叫个不停，估计是饿坏了。为了不让小家伙们失望，小哥特意从附近买来了猫粮。闻到香味的小猫立刻就围了上来，迫不及待的想要干饭。很快小哥就为他们备好了美味的大餐。四只小猫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而此时猫妈妈并没有上前争抢，只是默默的在一旁看着。也许她是在担心食物不够，所以想让孩子们都吃得饱饱的。对于流浪猫来说，它们不知道下一次吃饱是什么时候，因为并不是每一次猫妈妈带回来的食物都能让所有的小猫填饱肚子。小哥发现其中一只小猫的胆子特别小，并且好像眼睛还受了伤。正当小哥想上前仔细查看时，小黑猫却迅速躲回了洞里。也不知道小家伙为啥这么胆小，其他几只都在努力干饭，唯独它唯唯诺诺的躲在家里。母猫也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心想着这孩子咋一点也不随我呢？看见兄弟姐妹们吃着香喷喷的肉罐头，没吃饱的他还是壮着胆子爬了出来。小家伙在一旁犹犹豫豫，在周围转了一圈，愣是没吃上一口，一副胆小又可怜的模样，看得小哥干着急。就连一旁的老母亲都看不下去了，直接转过身留下一个背影，让小黑猫自己反思去。此时胆子最大的小梨花已经吃饱喝足，随后他开心地返回了家中，而这只小黑猫始终不敢上前去吃碗里的食物，吃了几口地上的残渣后，又害怕地躲回洞内。猫妈妈蹲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只有等孩子都吃饱了，它才肯进食。小黑猫谨慎地打量着小哥，可还没等小哥靠近，它就缩了回去。反观外面的两只一直在闷头干饭。俗话说撑死胆大饿死胆小的，难怪小猫们的体型会有所差异，原来和它们的胆子有很大关系。接着小哥再次抱起这只胆大的小梨花，呆萌的样子真是让人越看越喜欢。话说谁不想拥有这样一只可爱的小奶猫呢？不久后几只小猫也都陆续吃饱了，可胆小的黑猫还在一边转悠，看来今天它是不打算填饱肚子了。很快体型最大的小猫也终于吃饱了，但由于吃得太撑，导致身体被卡在了家门口。热心的小哥只好用手指帮它一下。这时猫妈妈在一旁吃着孩子们剩下的食物，而吃饱喝足的小猫也安静了下来。最后希望每个人都能善待流浪动物，尤其不要轻易抛弃自己的宠物。也许我们不经意的善举，对流浪动物来说却是一次崭新的生命。大家猜猜眼前这只可爱的萌物是什么？你肯定想不到，这种外形酷似老鼠的小动物就是刚满月的水獭宝宝。1个月前，水獭妈妈突然腹部传来一阵疼痛，如果换算成人类年龄的话，她已经超过50岁了。作为一名高龄产妇，水獭妈妈历经艰辛才产下一根独苗。听见小水獭嘤嘤的啼哭声，水獭爸爸马上跑来查看，或许知道自己即将要成为一名父亲，他激动地开始四处乱窜。虽然小水獭顺利降生了，可由于水獭妈妈年纪太大，身为母亲的她却无法为孩子提供充足的母乳，没办法，主人只好定期为小水獭增加营养。别看小家伙个头不大，但饭量可不小，没一会儿肚子就被撑得像个小皮球一样。由于吃得太饱，小水獭只能4脚朝天的睡觉。1个月后，小家伙已经褪去了一身的稚嫩，模样也越来越像一只水獭了。主人为它取名多多。不久后，小家伙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这个阶段的水獭也是最可爱的，每天打着哈欠咬手手，模样像极了几个月大的婴儿。大概是独生子的缘故，水獭父母对多多也是百般宠爱，每天睡觉都得把它搂在中间。在主人和水獭父母的精心呵护下，几个月后，多多已经长成了和父母一样大小。进入青春期的小水獭开始逐渐叛逆，它总是喜欢在家里搞破坏，稍不留神就将筐子里的圆球散落一地。水獭父母相互对视一眼后，下一秒就要准备进行爱的教育。被父母逮住的多多就这样被狠狠教育了一番，自知理亏的他连忙跑到主人怀里撒娇，这才侥幸的逃过一劫。这天，水獭父母在泳池里玩得正嗨，
按理说游泳是水獭与生俱来的本领，可反观这熊孩子却对游泳一点兴趣也没有，只顾着在一旁玩玩具，这可把水獭妈妈气得不行，心想着这孩子咋一点也不随父母呢？气不过的老母亲直接叫上水獭爸爸，抓住小水獭就是一顿暴打。在经历过父母轮番的教育后，多多这才不情愿地跟随他们来到泳池旁。水獭父母马上给他做了个示范，可没想到多多盯着水面看了半天，愣是不敢下来，甚至还在岸上紧张地搓起了小手。水獭妈妈看着不争气的熊孩子，再次叫上水獭爸爸对他进行教育。尽管十分的不情愿，但最终他还是被迫跳进了水里。刚学习游泳的他动作还不熟练，想踩在爸爸身上偷个懒，却被无情的拒绝了。不过好在小水獭天资聪慧，喝饱一肚子水后，终于学会了游泳。到了中午干饭时间，主人特意为水獭一家准备了丰盛的海鲜大餐。看见美食的水獭马上就凑了过来，接着开始大口的干饭。然而挑食的多多却是个例外，每次都要千挑万选才肯去吃一小块。看见孩子这么挑食，于是水獭爸爸叼起一块鲍鱼送到了多多面前，但他对此却并不感兴趣。没办法，水獭爸爸只好叼到了水獭妈妈那里。一家人美美的饱餐一顿后，接下来是学习水下捕猎。主人将几条小鱼倒进水里，两只成年水獭快速在水底前进，很快便抓到了小鱼。多多看到后也立刻加入了其中，但此时的他还没有掌握捕猎的技巧，在水底游了几圈也没抓到一条小鱼，索性直接跑去一旁玩起了球。这可把远处的父母愁坏了，他们十分默契地朝着多多游去，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暴揍。看来水獭父母的确是懂教育的呀。这只企鹅为了报恩，连续10年漂洋过海，每年往返8000公里海域，只为见一位老人。国际多家媒体授予他世界上最懂得感恩企鹅的称号。这是发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一个真实的故事。2011年，生活在岛上的老人在当地海滩的岩石上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企鹅。当时它浑身沾满了黑色的石油，整个身体几乎无法动弹。见小家伙可怜，于是善良的老人便将它带回了家中救治。由于企鹅身上沾裹的石油很难被清理，因此老人每回都小心翼翼地处理着。而这只企鹅似乎也知道老人的善意，它表现得十分配合。最终老人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才将它身上的石油全部清理干净，小企鹅也恢复了最初可爱的模样。老人为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丁丁。这个期间他每天坚持出海打鱼，接着把捉到的鱼儿再喂给丁丁。在他悉心的照顾下，小企鹅很快恢复了行走的自由。这时老人意识到该是他离开的时候，老人将丁丁带到了海边，示意他可以回家了。然而面对期盼已久的海洋，丁丁却并没有选择离开。傍晚时分，他再次出现在了后院中。老人抱起丁丁，心里满是惊讶与感动。就这样，他又在爷爷身边待了11个月。在长期的相处中，他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到第2年，丁丁换上了新的羽毛。某一天，他突然走向海边，接着消失在了海平面上。丁丁走后的那段时间里，老人时不时就去海边看看。没了丁丁的陪伴，他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孤独。本以为这段缘分会就此结束，可让老人意外的是，第2年小企鹅又回来了。他们激动地相拥在一起。然而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段奇妙缘分的开始。几个月后，丁丁再次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从那以后，这种情况每年都会发生。原来这种黑白分明的小企鹅是一只麦哲伦企鹅，它的栖息地远在8000公里外的阿根廷南部地区。每年它都会去到企鹅的聚集地进行繁殖，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漂洋过海来到这座小岛看望爷爷。一路上他需要躲避天敌，克服海上的种种困难。在陪伴老人短暂的几个月后，他便再次踏上遥远的旅途。就这样，从2012年至今，他从未失约过。老人说，他早已将这只企鹅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而对于丁丁来说，他也只亲近爷爷，任何人想要摸他都不行。每年丁丁回来的时候，都是老人最开心的时光。当丁丁离开时，老人也会亲自将他送到海边，然后目送他慢慢离去。即使分别多次，他们总能最终相聚。即便相隔千里，也无法阻挡他们对彼此的思念。小企鹅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路上，却依旧年复一年的来看望老人。人们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他们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